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富山海被剥，从横店民工到武侠顶流，诚毅的13年逆袭可不容易。是谁和我一样在等富山海开播？终于网上有消息传出，诚毅的这部影视剧5月被播了。从莲花楼到富山海，这一次诚毅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？富山海改编自温瑞安的经典小说《神州奇侠》，诚毅一人分饰萧秋水、李晨舟、萧明明3个性格迥异的角色。从路透看，他黑衣霸气、白衣仙气、现代装丧气3种状态无缝切换，简直让人期待。别看现在诚毅是古装顶流，他的演艺路简直比萧秋水还坎坷。一句话概括就是10年龙套无人问，一朝雨丝凤天下知。诚毅本名傅诗琪，中戏科班毕业，结果出道即失业。2011年《唐宫美人天下》里演了个侍卫，连演员表都查不到名字。之后10年，他堪称内娱最惨打工人。拍恐怖片《鬼爱》搭档辛芷蕾没水花，演青云志林惊羽被全网嘲，直到2020年琉璃播出，直接把诚毅送上了顶流的宝座。他在剧里演雨丝凤，这角色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。雨丝凤时生时世都在虐恋，诚毅把那种深情、隐忍、被误解后的委屈，还有对女主的坚定爱意，演的那叫一个绝。尤其是他的哭戏，简直就是破碎美学天花板，直接把观众虐到心绞痛。从此美强惨人设焊死，但诚毅本人却佛系的离谱。剧组庆功宴上听说自己红了，他一脸懵，真的吗？转头又扎进横店当横店在逃民工。红了之后，诚毅没躺平，反而疯狂挑战多样性。与军哥诚毅在剧里演齐燕。这个角色前期是个被宦官操控的傀儡皇帝，后期开始反击，性格复杂多变。诚毅很好地诠释了齐燕的无奈、挣扎和成长，把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很细腻。再到后来，诚毅又演了沉香如屑，一人分饰3角不串戏，高冷帝君、腹黑渣爹、纯情少年，让我们看到诚毅演技的层次感。莲花楼直接封神，诚毅一人分饰2角，他是肆意洒脱的少年李香怡，也是病弱隐忍的李莲花。为了演好3步一喘的病态，他连呼吸节奏都精密计算。底线转型正剧，演法官周易安。为了贴近角色去法院蹲点，连法官翻卷宗翘小拇指的细节都模仿到位，最高法官方都给他点赞。如果说颜值是诚毅的敲门砖，那演技就是他稳坐顶流的终极武器。演神戏，能拉丝能杀人。琉璃里看女主的眼神温柔到能滴出水，莲花楼里面对仇人时瞬间变冷刀。到了富山海路透中，一个抬眼就区分出菜鸟侠客和幕后 boss 2种状态。动作设计，武打戏卷死同行，别人打戏靠替身，诚毅打戏卷自己。莲花楼里他的红绸剑舞一气呵成，惊艳了不知多少人。富山海里萧秋水雪中挥剑的镜头，他提前2个月练剑术，动作行云流水。更绝的是，他连握剑时摩挲剑柄的小动作都在暗示角色心理，这细节控我服了。角色反差，一人千面。雨丝凤清冷隐忍，吐血都要研究血剑弧度。应渊帝君禁欲系天花板，靠皱眉幅度表达千年孤独。李莲花日常贪成咸鱼，但一个蹲下和小孩平视的动作就立住人设。诚毅的演技就像开盲盒，永远有惊喜。你以为诚毅是高贵冷艳的古偶男神？错，私下简直是社恐打工人本体。上综艺玩泼水游戏秒变自动浇水装置，反应慢半拍被嘲游戏黑洞。直播研究自拍干物观美颜，
素颜对脸直接热搜预定。被问为啥不营销，他耿直发言：演员就该少说话多拍戏，这种又爱又憨的反差萌谁顶得住啊？更别提他早年微博全是健身打卡、读书笔记，给粉丝手写300封感谢信，自掏腰包送2000份生日礼。还有他每次参加活动都会等到最后，就是为了和粉丝多待一些时间。这样的笨蛋美人谁不喜欢呢？从被炒古欧丑男到凭实力逆袭，成毅的13年就像一部现实版励志剧。如今他带着富山海杀回武侠圈，演技、颜值、IP 三管齐下，这波押宝爆款。最后喊话平台，搞快点播，孩子等的头发都要白了。你是从哪个角色入坑成毅的？雨丝凤、应渊还是李莲花？